开始直播。哎，没弄成功。开始直播，我看一下有没有上线啊？稍等，应该是上线了。哎，大家晚上好啊！开始正式直播之前，先感谢一下，网友 HWZM4BE 170新台币的打赏，非常感谢啊！同时感谢一下啊，我先把这贯口说完啊。HWZM4BE，祝你身心健康，生日快乐，性生活愉快，发大财，买彩票中头奖。好，继续，同时感谢一下昨天直播，很多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了这个爱心，所以我的那个后台可以看到数据啊，回应就变成800多了，一下这个推流就推很多。这个就是免费的支持啊，大家就看直播的时候可以不停的点这个爱心啊、100分这些表情，在聊天室里面就有，不需要花钱。还有一个朋友提醒我说，除了这个之外，在视频下面有一个热推，这个评分好像大家点一下也是不需要花钱的，就是可以让这个视频让直播可以增加热推的这种推送。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周一那次直播事故补充一下，把没做的那些动作讲一下，同时我们再讲讲一些原理。还是先是热身，我们就用上次讲的这个立摇，用一个棍子，通过手臂、肩膀的动作来带动我们的胸椎、颈椎，让它更稳定。手臂呢，就是宽度大概与肩同宽或者稍微宽一点。太窄的话难度就比较高，稍微宽一点就会相对轻松一点。全面呢是两个全面都是跟地面平行的。我们先做一下，大家一边看一边做，贴着身体往上。我这样斜着做，能够两只手都看得到。最高处的时候往前落下来，注意不要耸肩，保持自然呼吸就可以。4、5、6、7、8、9、10，匀速啊，不要忽快忽慢。来反方向，先往前，然后贴着身体下来。1、2、3、4、5、6、7、8、9、10。动作要领呢，就是上有时候不要这样架肩，两个肘是尽量贴着身体的，肘尖是垂直于地面，不要这种往外架起来。然后肩膀尽量不要耸起来，放松的状态。我们做第二组，试试正面的吧。1、2、3、4、5、6、7、8、9、10。反方向做10下。1、2、3、
4、5、6、7、8、9、10。好，最后一组我做侧面，1、2、3、4、5、6、7、8、9、10、1、2、3、4、5、6、7、8、9、10。做完3组就相当于热身了。我们通过这个木棍可以作为一个标的，让2个手来校正肩膀，然后再通过肩肘腕的这种动作联动，间接的调整我们的胸椎，还有肋骨，还有胸部和背部的肌肉。然后做的时候，大家一般会感觉到，可能转到某个角度的时候，肩膀呀，或者后背或者前胸有一些酸胀啊、紧张的，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不要过于憋气，不要较劲儿，就是放松做就行。做几次之后，通常这些卡住的地方啊，或者酸痛的地方，它就会消失了，就松开了。一个要领呢，就是要保证尽量这个棍子是处于一个水平的状态。还有，因为我们说了要保持这个全面是平行于地面的嘛，所以它在低处和高处的时候，其实是要不断的调整你的手腕还有肘关节的角度，然后这样就可以让你的手腕和肘关节、肩关节得到相应的锻炼。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鼻子时钟还有肩膀时钟的问题，就是假设它是一个平面是一个时钟嘛，我们用肩膀为例吧。假设这个肩膀是一个时钟，它就是上面的话就是12点，下面就是6点，前面3点，后面是9点。好，大家可以想象这有一个时钟在这里。然后我们如果是费登奎斯的话，他是建议说在这个范围内做一个这种圆环的环绕动作。但是我们传统的话，我学的峨眉林气宗嘛，它是建议我们就只做往后往下，然后回到中立位，就是我们一开始的位置。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日常我们生活，大多数人手都是在身体的前方，在前面活动，所以我们肩膀大多数人都是有一个往前的趋势，然后胸椎和身体颈椎也都是有一个往前往下的趋势。那我们希望得到锻炼，希望得到纠正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个往后往上的这种力量。但是往上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因为往前之后，后面是容易紧张、容易耸肩的。紧张的时候，人也是自然就会耸肩，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还有关节的紧张的状态。所以传统的练的话，它就是只是说让肩膀往后，然后往下，就回避了往前和往上这2个方向。然后一会儿我们会再教一个往上和往下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就是让肩膀往后。那我们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把另一只手放在我们的锁骨这里，然后放在肱骨前面这里。坐着也行，站着也行。我为了大家看得清楚，我离近一点就不坐着，站着。大家可以坐着练这个动作。正常的话，我们肩膀是往后，可能到一定范围，你就会不自觉的转动身体。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让这个肩关节能够活动范围变大，活动的更多是肩关节。
所以就尽量不要转动身体，让这个身体躯干是一个保持中立位，朝着正面的方向。然后可以用我们另一只手辅助它，让它更往后一点。这个时候呢，不是我们主动身体的躯干主动去转身，而是通过手一个被动的来给它推动，让肩膀的肩关节可以活动范围更大一点。我做一下，就是先是自己主动，然后再加上一个被动，给它一个支点。3、4、5、6、7、8、9、10。同时呢，我的这种面部呢是视线朝着正前方，这样就保证颈椎是一个胸椎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对的运动。我做一下另一侧，就是看看我们这个用手怎么辅助啊。1、2、3、4、5、6、7、8、9、10。如果做对的话，就是被推的这个肩膀，你的肩胛骨的内侧靠近脊柱这一边是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有点往脊柱靠近，这个感觉就对了。那我们做第二组，11、12、13、14、15、16、17、18、19、20。做到位，我们可以静止，让它拉伸一下。1、2、3，好，放松，换另一侧。11、12、13、14、15、16、17、18、19、20，紧拉一下。因为这个麦克风在我前面，但是我自己身体内部是可以听得到有一些小关节的响的声音。这个声音呢，不一定代表有太多的意义，但是至少代表它的关节有松动。让我想起Rock Fan 921，让我想起通背拳基本功里有个单换臂的动作。对，传统很多功法里面都有这种肩膀的锻炼，形意拳里面也有，通臂里面也有。那我们再把第三组做完。1、2、3、4、5、6、7、8、9、10。1、2、3、4、5、6、7、8、9、10。因为往后的方向其实是很多人主动做不太容易做到想要达到的那个幅度的，所以我们一般用手辅助一下。大家看直播的话，顺手之劳点一下这个爱心，可以让这个系统推荐，让这个视频推到更多陌生人的那里去。谢谢啊。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说上次很久之前我录过一个视频，讲这个摇肩术，就是往后往下，让肩胛骨能够靠近脊柱，往内往下，更贴近脊柱，让肩胛骨回到正常的这种中立位。我们也是简单示范一下，1、2、3、4、5、6、7、8、9、10。另一侧，1、2、3、4、5、6、7、8、9、10。
我斜着站一下，大家可以两个肩膀都看到，同时注意我的就是躯干的正面是保持中立位，这样可以让肩关节的活动可以更多一点。11、12、13、14、15、16、17、18、19、20、11、12、13、14、15、16、17、18、19、20，尽量是匀速运动，不要有这种加速或者爆发力的运动，因为有很多人的肩膀实际上有些小的角度啊，或者小的位置都是有卡压或者粘连或者这种韧带肌腱的钙化的。你如果做这种爆发，可能或者做太快的话，就可能把这些你需要动的地方就跳过去了，就没有活动到需要锻炼、需要滑动的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个办法，也可以用我们另一只手辅助，把手能够到这个肩胛骨的位置，然后等于相对于是给它一个阻力，但不用说用力去跟它对抗了，就只要扶在这里，你做的时候就是有阻力的，还是可以相对加强一点。我做这种斜面的，大家看一下吧。同时这个好处就是这个手你这样放着，就防止它这个肩膀耸起来，就是保证它是一个往后往下，同时有一点点阻力的练法。21、22、23、24、25、26、27、28、29、30。很多人加上阻力之后，他会在这个肩峰啊，还有这种肩胛骨的下面有些地方能够找到那种酸痛的点。我们不需要用力去压它、摁它，就只要说我们通过这个肩关节的主动的动，同时加上一个阻力，就可以很好的刺激穴位、经络还有这个肌肉。21、22、23、24、25、26、27、28、29、30。做完以后，一般你如果是白天工作，肩颈部有点酸啊，头有点晕，有点发懵，或者是现在说的脑雾状态，做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肩膀的动作，并没有动脖子，很多时候你的这种颈肩部不适啊、疲劳的感觉就会得到减轻或者缓解。因为大的这个静脉通道打开了，我们胸廓出口这里打开之后，大脑代谢产生这些垃圾就可以代谢走，新鲜的血液就自然可以流到上面，可以让你头脑更清醒，可以让疲劳的肌肉得到一个缓解，把代谢产物带走了嘛，它就可以有更好的新的代谢产生。这个是摇肩术。这些动作啊，都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按这个顺序从头到尾每一个动作都做够多少量。这个如果都做的话，确实量有点大，大家就日常当做一个随手工，随手的日常工作期间呀，刷剧期间，就可以找一个动作，我顺手的，我练这个棍子这个立摇，我最舒服，那我们就练立摇，练几组。或者说我觉得可能上班啊，其他同事还在，那我转几下肩膀就很正常的，也不会有人在意，也不会说特别引人关注啊。同时你自己又能够得到适当的活动，并不是一定要去健身房啊，或者到外面我去做很大的这种活动才有效果，就是简单的动一动我们需要动的这些部位，避免它疲劳，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了。我们说调整生活方式嘛，就是很多人想了说调整生活方式就是180度，我一定要把工作辞了呀，去一个无人的小岛啊，去深山里面去怎么样，这个是调整生活方式，但是可行性不是很大。很多生活方式病，就是比如说颈椎、腰椎，包括癌症，其实现在也是分类在生活方式病，就是你不好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导致相应的疾病。那你只要改一点点生活方式，并不是一定要180度完全掉头，你可能就是改一点点，
我们半个小时起来动一动，看看远处，动一动肩膀，活动活动手脚，做几个深蹲，就可以起到有效的预防这种生活方式病了。那我们再简单讲一下我们怎么动颈椎啊。今天拿了一个模型，很多人对这个颈椎脊柱是没有概念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算是1:1仿真的一个脊柱的模型，后面是我们的脊突，然后旁边呢是横突，正面呢这个黄色的就是颈椎的椎间盘，然后侧面的这个黄色呢，它代表的是神经，实际上应该是还有红色的血管，还有蓝色的就是动脉和静脉嘛。但是这个模型时间比较长，这个也有点褪色了。大家记住这个结构，并不是说我们要考解剖，但是你至少知道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才能明白我们一会儿颈椎到底是要动哪里，怎么动才更科学。很多人就是被这种网络宣传呀，或者说一些科普的宣传，就说你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颈椎间盘突出，就把注意力都放在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小盘盘这个肩盘这里。问题呢确实是肩盘，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想为什么肩盘会受压，为什么会突出？它突出是本身它是一个缓冲结构，它是一个软垫，里面是充满水分的，很有弹性。一个是说有可能它里面水分从我们20岁开始，里面水分逐渐减少，弹性在变差，所以蜕变到30岁左右开始出现突出，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很多时候你如果正确的使用，正确的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它就蜕变的不会那么快，或者说即使有一点点蜕变，还是可以保持正常的结构、正常的功能。MK14欢迎欢迎，这个是我们留言最多的学姐啊。肩盘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它本身呢是一个缓冲的结构，它并不是一个承重的结构。但是好多人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久坐、用电脑用手机低头的时间比较多，伏案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它在前面这个肩盘不应该承重的地方，本身是应该起到运动中缓冲的结构，反而是出现了过多的承重，这就导致它受到了不该承受的压力，所以就加速了它的蜕变，加速了它的这种突出，进而压迫神经、压迫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那脊柱的情况，什么是承重的结构呢？承重的结构是我们看到这个模型太小，看不太清楚，就是它的两个这个横突还有后面这个棘突，这个角这里，这有关节突关节，就是两个椎体贴在一起之后，这个关节突关节是互相承重的。我大概比划一下，就是这两个关节突关节中间这里是肩盘示意不是说真实这样，但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些解剖的视频或解剖的书。大概意思就是它是两边各有一个承重的关节，这个是我们说的脊柱的小关节，关节突关节。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是这个脊柱椎体和肩盘承重的话，你是不能动的，必须是两条腿走路才可以。这样当我们往一边转的时候，然后脊柱两个椎体之间这个关节突关节有一个就微微离开一点，这样它就有空间可以前后错动，然后你才可以出现旋转移动。这个是脊柱的结构，具体的我们就不讲太详细了，但是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费氏定律。简单的说呢，就是脊柱的移动呢，它的结构是一个双螺旋结构，就是它是两个，每一个椎体之间都是有两个关节突关节，它要动，它一定是出现要有这种后仰，它一定不是往前的，往前它是一个缓冲的这个肩盘，所以它往前的话，
肩盘就会受压，它的结构就会变成蜕变，就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它要正常的动，它一定是有一个往后，有侧弯，有往后，然后空间足够打开了才能够旋转。这个多个关节之后，好几节椎体才能有这种复合的运动。所以我们去设计这种颈椎的康复运动的时候，包括我们去解构传统的功法，也会发现那些真正有用、真正效果好的传统的这种颈椎练颈椎、练胸椎、练腰椎这种脊柱的功法，都是符合费氏定律的。反而是好多流行的，比如上次我那个标题里面说的，视频里我也说了，就好多让你画米字呀、画凤字呀、画各种汉字的。还有就是国外的有一些让你画这种字母啊，画这种几何图形的，其实都是不符合费氏定律，也不符合真正的脊柱的结构的。那你不符合这个结构，你去做这种动作，可能是比你不动，比你保持一个姿势时间长，损伤要小，但是并不能解决你的小关节、关节突、关节卡压，或者它活动受限，或者它结构出问题的这种情况。只有符合费氏定律，就是出现我们说的这种有侧偏、有后仰、有旋转的动作，才可以让脊柱得到释放，把它这种不该有的压力解放掉，让它的这个结构出现活动自如的情况。那我们就拿我们常推荐的一些动作，来给例子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就坐着讲吧。就是讲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就是知道费氏定律的原理，就是说你要想让脊柱能够动，我们当然这种康复动作很难你做到特别精确，说我一定是把卡住那一节给松开。那我们是可以想办法怎么调的更好一点，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大家直播期间都可以多点一点那个爱心啊，或者是给点这种叫热推的积分，都可以让这个视频更好一点，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就是脊柱的运动，它一定是符合要有这种侧弯、后仰、旋转，才会让这种关节、小关节突、关节松解开。我们治疗的时候，就是关炳俊老师的这个 SDT， 还有传统的中医正骨，包括西方的这种 orthopedic 整骨疗法 chiropractor， 脊骨神经医学，它的治疗都是要符合这个原理的。大家很多人看这种网络上那种热门视频，就是掰来掰去各种听响，这个好多动作是比较野蛮的，而且它那个声音好多是后期配音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真实情况是，如果你去做正骨或者做 chiropractor， 你可能自己听到这个声音很大，但是在你旁边的人他就听不太清楚了，或者就不一定能听到，因为这个声音在你体内发生的时候，它通过体内传导，你自己听到这个声音是很大的，但是旁边就不一定听到那么多了。网上的视频都是后期配音的，如果出现很大的声音，有可能是你本身卡压的比较严重，然后这种气泡音呢，它是有放大的，就跟我们打响指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并不是说这种骨头错动，骨头错动那个声音是闷闷的声音，并不是那种很响亮的声音。还有就是好多人做正骨啊，或者是做 chiropractor， 特别担心说我会不会掰一下脖子就瘫痪了啊，或者就死掉了。这个只是在电影情节里面能够出现，现实当中出现这种案例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美国的心脑血管协会吧，还是风湿协会，好像就一直在和 chiropractor 他们这个协会在打官司嘛。就他们这种报道就说这个概率非常的高，多高呢？大概就是150万分之一。大家听这个数字啊，就是不能过脑子，你一过脑子吧，就一听数字，好像150万分之一，概率好大呀。但说实话，就我工作这么多年，工作20多年，我治的病人肯定都没有到150万人这么多。这个统计呢，就是怎么说呢，
比你被雷劈中，然后连续劈中，然后劈死这概率还要小。但是有没有这种风险呢？还是有风险的。大家一定要找正规的医生，然后正规的规范操作，不要找那种没有证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学习过的医生去胡乱操作。你说有个朋友他看了个视频，他就要在你身上操作，但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好久没赶上直播，我下午去针灸小关节，左胳膊到左手一直放电麻了几个月。他这个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关系吧？我记得你是不是做这个纹身的来着？是新西兰的这个朋友吧？我没记错吧？那你这个平常这个工作一定注意。今天我们讲的动作，还有上次周一的那些动作，你找一找适合的，定期的可以做一做。真的就是20分钟、半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这个纹身也好，微雕也好，这种真的是需要专注力。特别理解，很多人都是你如果动作不好的话，很容易造成颈椎和胸椎的问题。牙医也是一样的，我治过很多牙医。原来我在医院的时候，这种牙科的同事、眼科的同事，他们需要这种精细操纵的，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颈椎、腰椎、胸椎的问题。很多的时候，你要学会主动放松。你可以把你工作的这个姿势，别管是纹身还是给人做牙呀，还是看眼睛，你把这个姿势呢，你没有病人的时候，你去没有这种纹身的客户的时候，你去在你的椅子上找到这种姿势，然后去尝试从头到脚每个地方一步一步的去放松，找到这种站桩的感觉。这样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意识去放松去做，就可以避免很多这种劳动的职业损伤。这是刚才说的风险啊。实际上那种就掰一下人就晕过去啊，就出现就死了或者是瘫痪了，那种就是电影情节。实际情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颈椎脖子这个地方比大多数人的这个手臂是要粗的。所以你想想你能不能2只手轻轻一掰就把这个人的手臂掰断呢？不是太容易，或者你掰脱位都不是太容易的。颈部的这个肌肉也是很有力量的。很多时候呢，那种意外是发生在它本身的颈椎的或者胸椎的这个结构已经出现损伤，或者是外伤啊，或者是一些结构缺陷之后，再加上不当的这种操作，就没有控制的操作，超过正常的生理范围，才会出现危险的。但是正规培训过的应该都会去提前做一下检查，避免这种意外发生。就是极端的情况啊，就比如说，颈椎掰完以后它出现卡压，出现不舒服，通常你反方向的再去调一下，也是可以纠正过来的。所以大家不要太恐惧。当然说我就是有这种观念已经深入到脑海里面了，已经入脑、入心、入魂了，那就是大家可以选择相对温和一点的方法，就比如一会儿我们介绍的方法。比如这种整骨疗法 orthopedic 的，还有中医的一些推拿正骨的手法，并不是都像网上那种暴力正骨啊，听声音让你看的那个，就是为了博眼球，他就把最夸张的一些动作角度还有声音给你放大出来。实际上我们正规的操作的话，也不是只做那一步，更多的时候是要把整体都放松下来。很多时候整体放松下来，它的力学环境结构得到纠正之后，自然就恢复正常的健康了，就并不需要一定是要那种暴力的正骨。好多人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你们做中医正骨、做 chiropractor 或者做整骨疗法，是不是需要很强壮，需要你的这个体型啊，需要你的这个力量很大才能做？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误区啊。大家可以看中国的正骨流派，北方的很有名的这种罗有明罗氏正骨，南方广州的龙氏正骨龙存花，两位都是女士，两位代表人士都是女士，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照片还有影像，就会发现她们都是那种身材偏瘦小，很瘦小的这种女性，并不是靠暴力的。还有我看这个 chiropractor 里面，他们有这个
排行嘛，就是全球10大最佳脊骨神经医师里面，就很多都是那种女性，并不是说很强壮，就是我们认为这种什么暴力萝莉啊，或者是那种像秦良玉啊、于姐那种，就是一般男性都比不了的体格，都是很正常、很普通的，甚至就没有什么肌肉的这种女性。因为这种是需要一个巧活，是需要你明白它的这种生理结构，然后顺着结构去做，才能得到治疗。因为反着做的话是损伤嘛，就是你武术啊，或者是一些格斗，它是要造成一破坏。但是治疗呢，是需要顺着它这个生理结构去做，都是靠的巧劲儿。你靠蛮力的话，是很难达到效果的。比如我们拿这个罗氏正骨，它调颈椎的一个手法做例子，它调呢就是靠双手，然后放在这个患者的这个头部两侧，然后引导很轻柔的去引导你去摆到各个角度，然后去做。我做一个示范啊，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在自己身上做一个例子，感受一下，就它都是非常轻柔的动作。比如我们就是只用2个手指，不是这种暴力去推啊，就是轻轻的告诉你的头，然后身子不动，然后往一侧侧偏，侧偏，侧偏，不是我的头主动去侧偏啊，就是我头部去做抵抗，然后通过手一步一步一步去动。然后如果你颈椎有问题的话，你在到达最大幅度之前就会感受到有阻力。这个阻力不是说我的头去跟这个手对抗，而是它这个内部结构和这个手的推力产生了一定的拮抗、一定的阻力。这个时候就是代表你动到了一个它需要调整或者是有卡压结构有问题的位置。那我们假设啊，不假设了，我们这个其实是治疗才需要做这么精细。如果大家是日常保健的话，不用管这么精细，你也不用感受，你就只是颈部放松，然后身体不动的时候，让头推到一个最大的角度吧，然后保持这个角度不动，然后我们再用另一只手，也是2个手指，轻轻的去往后抬头，抬头，抬头。这就两个角度了，一个是侧偏，一个是后仰。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旋转，保证侧偏和后仰尽量不动的情况下，往另一侧转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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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头转到转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你就能感觉到颈部的一侧拉伸到极限。我们不需要再加力啊。如果是正骨的话，就是会到极限的时候，轻轻的给它一个有控制的力量的、有限度、可控制的这个幅度去动，这个卡压的关节就会松解掉。但我们自己做保健的话就不需要，就只是保证它侧偏后仰这个角度，然后有一个旋转，然后维持这个角度不动。5、4、3、2、1，这样呢就回到原来的我们的中立位。刚才就是已经3个方向、3个平面都已经一侧到达极限了，那是不是我们如果说关节突关节比作这种圆规的话，是不是一侧就完全抬起来，另一侧就有空间可以动了，就可以把它松解掉了？我们拿椅子做例子啊，假如说这个就是颈椎，那我们先侧偏后仰，然后再旋转，是不是这条腿的空间它就松动开了？原理就是这样，你也会感觉到一侧就放松下来了啊，没记错是吧？早年建筑师画图也是各种职业病，已经病了不干纹身师半年多了啊。应该是的，以前你要是最早没有电脑画图的时候，伏案趴在那个画图那个板上更辛苦。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也好多那种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他们说后来换成电脑，换成苹果那个大屏幕，还好多了呢。嗯，
你可以多试一试，就是说 chiropractor 它这种整骨效果也很好，但是要规范操作。然后物理治疗师也是挺好的，你去找一找，就是专门他对你的这种情况比较擅长的，他会有相应的规范的治疗方式的。哦，有点 rock 范，有点不太敢这么玩，怕劲儿大了学废了。不要用劲儿啊，就一定是自然的，或者我们就不用手，我就是侧偏自然动，然后抬头旋转。你熟悉了就不需要用手辅助，我用手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做。然后5秒，我们再换另一侧，侧偏后仰旋转，5、4、3、2、1，好，放松。这个就是我们正常我们通过自己的肌肉就可以动到的角度，它都是生理范围允许的。哪怕说我落枕了，一边动不了，活动受限，那你动到那个受限不会引起疼痛的那个角度，然后停5秒，这个就是休息时间，然后让它那个拮抗的肌肉放松下来。再做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卡住的那个地方就松开了。我们平常疲劳的话，你像这个丝绸之路叫 SILKINKTATTOONZ，名字比较长啊，就是它这个已经是职业病了嘛，这个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那你可能日常你觉得还 OK，其实是你已经适应这个状态了。但是我们通过这种锻炼或者通过治疗，让它的活动范围变得更大，那你就会发现，哎，状态比你平常认为这个正常的这个状态可以更好，就实际上是可以恢复到我们理论上这个生理结构允许的这种最佳的状态，我们叫最佳机械结构状态。哎呀，你说职业病，其实好多人说是现在这个电脑用多了或者手机用多了有颈椎病，其实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的时候一样有颈椎病，而且更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治的最多的颈椎病职业不是工程师，最多的是农民。我们当时那个医院就在北京的这个算是叫什么城乡结合部吧，就是郊区。大量的农民，因为这个农民真的是很辛苦，他要跟那个天时抢时间啊，就低着头插秧也好，除草也好，打药也好，这都是低着头干的。就是一干他那都不是8个小时，他有的时候他干到天黑了，都完全黑了，打着手电还在干，就非常辛苦，而且压力很大。你做不完这个叫什么人物地一时，地物人一年啊，那一年的收入就会下降很多。所以他们那个颈椎病、腰椎病都特别严重的，比这个什么搞 IT 的、搞这个工程师都严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这种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定期的动一动。那我们还是做这个，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模仿罗有明、罗氏正骨，他们调颈椎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很轻柔的调到感觉阻力的这个角度，然后去动。没有这种暴力的推或者是这种发力啊，就不需要。她本身是女士，她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她就给你摆到那个位置，然后让你停。他们一般停的相对时间长一点，可能半分钟，可能1分钟，然后你自然就会松下来。松下来之后，她再找下一个角度、下一个位置，然后几次之后，一般这个颈椎的问题就都能够治的效果非常好。大家就可以自己试一下，你千万确实不要用力啊，就是一定是在生理范围允许的范围内。然后第一步侧偏，然后后仰旋转，我们就不加抗阻了。如果加抗阻或加推力的话，就是治疗了。我们保健的话，就是你保持这个角度，停5到10秒就可以了。然后回到中立位，主动动也是一样的，侧偏后仰旋转。旋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眼角的视线引导，看向这种后上方这个角度，5到10秒，回到中立位。电脑画图也是一身病啊，确实是，电脑画图有电脑画图的问题。我们再加上最后第3组呢，我们再加一个给它加抗阻的。抗阻呢，就是
不是说我要把这个给抗阻的这个手用力推动它，或者说我用头把这个手推动，就是保持位置不变，但是它是一个静态的抗阻、静态拉伸。还是先摆到位置，侧偏后仰旋转，旋转之后呢，我们轻轻的2个手指顶住太阳穴后面一点点，然后我们尝试用我们的颈部的力量让头回到中立位，但是手给它阻力，不要让它回去，让它保持在原地不动。5、4、3、2、1。就是用5%到10%的力量，就是肌肉能量技术，它要求用的力量越少越好。像这个治疗啊，它是西方的这个整骨疗法，它的治疗理念就是在不断变的。一开始就是和传统的手法是一样的，就是医生来主动来发力，主动用力来调整病人的身体结构。到后来慢慢的发现呢，就是肌肉能量技术让病人来发力。病人来发力呢，第一个医生比较省力，第二呢不容易出现意外和危险。现在呢又更进一步，通过这种神经学的这种反馈呢，就是用的力量越好越少越好，就是5%到10%的力量就已经可以让拮抗肌放松下来，已经可以让神经放松下来，达到治疗的目的了。那医生和病人都不需要那么辛苦，也不需要有治疗的痛苦，就可以达到效果。那我们再来一次，另一侧，侧偏后仰旋转，给它一点点阻力，头试图用5%到10%的力量回到中立位。放松，首先离开，回到中立位。这个时候通常就是颈椎两侧呀、后面、前面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了。看一下留言。1.5倍速度开始跟练，肩膀一开始往后不由自主的还是有往上耸，做7、8个之后意识到肩膀不耸了，有意识下面慢慢就好了。是的，就是好多人无意识耸肩，他形成习惯，他就认为这个才是中立位，但实际上他中立位是应该是往下沉肩的。就是我们这个手臂是通过肩胛骨悬吊在这个肋骨和我们这个胸廓上面的，然后你耸上去呢，其实是让你这个肌肉它不自觉的紧张了，它身体以为这样可以让它放松，但实际上是让它更紧张。你肩胛骨还有这个四边孔这里是放松了，但是你上面的肌肉就反而更紧张，这样时间长了是更影响我们颈椎两侧的这个神经血管还有淋巴的。那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加上阻力之后你去做，就可以明白，一耸肩就知道手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肩膀的推力，就知道耸肩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提醒肩膀要往后往下，把这个肩膀压下去，让肩胛骨能够更贴近脊柱。之前看其他视频尝试动头画过米字，不知道哪个角度就会胳膊放电。对啊，就是你画米字，它一定是有的角度，会不符合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费氏定律。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这个模型啊，椎体都是圆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画直线的，自然界当中都是曲线。那脊柱呢，它也是不规则的曲线，所以它一定是要画这种弧线才行。我们刚才也是各个某一个角度单向的方向受阻或者到极限之后，我们换另一个方向，然后再换另一个角度，它通过不同平面的这种堆叠组合，才可以让这种脊柱的卡压和压迫松解掉。你画米字或者画这种几何图形，它一定是很容易就激惹到这种卡压或者刺激到这种神经或者血管的，就会出现症状。做不好的话反而会容易加重的。低头刷手机，颈椎长期受力，估计早晚也会出问题。大家如果是刷手机就是尽量不要低头，尽量把手机放到这种跟头平面是一个水平面或者更高一点，然后我们多换这个手看一会儿，然后换另一只手，就是大家这个主动的去动一动，不要以一个姿势，比如我低着头这样不动的时间太长，这样其实你觉得好像是在休息，但其实是后面
会变得非常紧张，筋膜也会很紧张，前面也会压迫的很厉害。大家一定是舒展的状态，然后我们把手离远一点，看现在屏幕也都大了，那两只手也可以啊，两只手我们就离远一点，左右交替一下，就和我之前教这个对着电脑办公，把凳子你稍微挪个45度或90度，让我们身体动是一样的道理，就避免一个姿势时间太长。拿头画米字，这不是夜场蹦迪基本动作吗？蹦迪那个动作幅度太大，而且它那个爆发力啊，就很多很多人是出问题的。我们以前也有病人就是蹦迪蹦的把自己蹦这种半脱位的都有。画米字要求慢慢画，达到不同角度的极点。你一定要画米字也可以，就是慢一点嘛，然后不要到那种会出现这种胳膊麻呀，或者说疼一下那种状态了，就是一定是生理范围允许的这种角度。那我们大家有这个费氏定律的概念，我们也用这种罗氏正骨的正骨方法设计这个动作，大家理解了之后，我再讲我们这个常教病人做的这种抬头望月，就是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设计了。就是我们第一步呢，先坐正，一定保证脊柱是正直的啊，不要说塌着做啊，一定是坐正，然后转头，头转向一个角度，转到一边。这个时候呢，我的视线的边缘就是在我的肩膀的后侧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们用眼睛的视线来做引导，往后往上看，往后往上看，同时带动头和颈椎来动，转到另一边的肩膀后侧。这是一直看我的视线的后上象限的极限的角度，然后匀速很慢的去动。五、六，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听到自己的脖子里面在响，不用太担心啊，这个响一般是韧带和筋膜摩擦的声音，并不是关节错动的声音。好，这就是做完一组。是模糊是吗？什么模糊？是声音模糊还是什么？我不是用的手机，我用的笔记本电脑，分辨率确实不高啊，1080。我们做第二组，我斜着做一下，大家看一下。先看一侧的肩膀，然后抬头看，往后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做演示就今天做的稍微快一点。这个用苹果17直播，我这没有苹果17啊。它这个有的时候直播推送是这样，你的系统如果网络速度不好，它默认的可能是这种低分辨率的。你看一下选项那个，就是那个齿轮那儿，应该是可以调分辨率的。如果你用手机流量或者是网络不太好的时候，它会默认给你降到这种流畅速度分辨率稍微低一点的状态，画面就是模糊的。我有时候看直播也会有这种情况，你把分辨率调一下，调到高了就会清晰了，或者回头看回放的时候也会好一些。
还有一种练法呢，就是有很多人他是前侧紧张，比如经常打呼噜的啊，或者经常磨牙，还有这个颞下颌关节不好的人，包括这个有的人他有一些血压的问题。那我们想要让前侧的这种筋膜，还有前侧的这种紧张的地方能够放松呢，就是需要我们用双手去辅助一下，双手扶在这个锁骨这个位置，不需要太用力啊，但是只是要把这个皮肤拉紧，然后我们去做刚才一样的动作，那时候前侧就会更紧张。嗯，甚至好多人鼻子的都会有感觉。嗯，6、7、8、9、10。大家实际做的时候，就是不用做这么快啊。我示范的话就做的稍微快一点，我自己平常练的话会比这个再慢，1.5倍吧。其他人都看得很清楚，那我估计就是可能你观看的这个设备那个选项的问题。直播肯定有广告啊，我把广告选的频率高啊，自动发的。这个广告啊，它现在一个视频可能能有个几块钱吧，平均下来我这个频道，广告费一天能收到1加币左右，还是不错的啊。我离买菜还有很大的距离，继续努力吧，大家多点这个红心支持啊。有人低头刷手机，颈椎受力，类似脖子挂20到30公斤的角度，那个角度得特别大了，得是这样的。实际上也没那么夸张，那都是估算的角度。真挂20公斤，那脖子有可能会断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靠着沙发或者靠着床，就这样窝着去看。好多人以为说我靠着床或者靠着沙发，我这样是放松休息。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我假设说啊，我这后面是有一个床或者一个沙发，我这样靠着看手机，然后我坐直是什么样？就低的非常低的，这样对的，就是长期一个姿势的话，对颈椎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并不是那个姿势是休息放松的，反而是对颈椎和胸椎是一个很大的破坏。今天动作就先讲这么多吧，大概快1个小时了。我们再加一个休息放松的动作吧。做完一套之后，我们最后有一个收尾嘛。收尾呢就是双掌下按。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再加一个动作，刚才忘了，就是不是说这个摇肩术嘛？正常的费登奎斯它时钟的话是有向上的方向的，然后我们这个武术里面这个摇肩术就是强调一个往后往下，把日常不太做的这个角度做一做。那往上这个角度我们怎么练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用这个峨眉12庄里面天字庄里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到嘴边又给忘了三吐纳，三吐纳里面这个动作，大家可以试着学一下。它就是一个耸肩的动作，然后放松。区别呢是，我们耸肩的时候呢，要慢慢耸起来，耸到极限，同时吸气，吸气到顶，然后肩膀也耸到顶。它这叫含肩缩背，含肩缩颈，含肩缩颈说错了，老是口误，直播就是这样。含肩缩颈就是我们把肩膀耸起来，同时脖子要缩回去，同时吸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呢，是把脖子挺起来，然后肩膀瞬间快速的往下压。我做一遍啊，含肩缩颈，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起来的时候慢一点，一步一步到，然后呼气的时候瞬间下去。
这个好多人做完，包括我做完也是，手有这个放电感，上肢有放电到肢体末端，它其实是一个臂从神经的一个牵拉放松、瞬间放松的一个状态。不用太担心啊，就做几次之后，通常这个感觉就没了。就是把我们这个胸廓出口还有颈肩这里都彻底的拉紧之后放松。最后我们再做一个，这个不要做太多啊，含肩缩颈做个5到10个就行了，或者做3、5个就行，不需要做太多。我往后一点，最后做一个收尾，就上次我们没讲的这个双掌下按，两个手在身体的两侧贴着肋骨，然后手掌往下贴着身体往下按，手指的中指一直是朝着正前方的。你按到底的时候，你的肩胛骨也是收到最紧的时候，同时肩膀是往下沉，肩膀是往下沉的。我们自己练的话，5秒、10秒、30秒、1分钟都可以，不需要太多啊。然后放松休息一下，再来第2次，呼气往下按。有好多人他可能颈肩有问题或者胸椎有问题，他一开始是没办法就是按到底的，那没关系，能按到哪儿就按到哪儿，练一段时间很快就能够按到底的。放松，这个对像肩膀有问题、背身受限的病人，或者是有这个症状的人，或者你往后活动的幅度小，够不到自己的手，练这个动作都是可以很好的改善的。那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啊，往下吐气下按，放松，肩胛骨夹紧，手掌往下用力。同时呢，你的这个胸椎、胸部就挺起来了嘛。放松，这是双掌下按式，大家可以作为锻炼颈肩上肢之后的一个休息收尾的功法动作。好，那我们看已经1个小时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颈肩的基本的常见锻炼，我们这2次直播就基本上讲完了，还有一些动作啊，比如这个鼻部时钟没有太细讲，这个细讲可能还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对，它是把气往下引的，这个又叫五心向地，可以坐着练。有武气朝元，这就是五心向地，手心、脚心，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重心都往下，就是收气的一个。大家这种容易血压高啊，容易生气易怒，容易气往上走的人，可以多练一练这个五心向地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双掌下按，可以坐着练，也可以站着练。没有问题，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好，再见，下次见，大家多支持啊！结束直播。